大家好，老韩，今天咱们来看一台起亚的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感谢各位朋友提供的帮助，感谢大家订阅、点赞、评论、转发、点亮小铃铛。起亚索兰托呢，是起亚在2003款上推出的一款在美国定位于中型 SUV 的车型。那发展到今天，现款产品是第4代产品。纵观索兰托在美国历史销量表现呢，近几年来得益于外部环境 SUV 大热以及内部原因韩系车苦练内功所取得的产品进步，索兰托自2010年起，在美国单车型年销量进入到了10万台平台。近年来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销量有些许震荡哈。那现款第4代产品在2021款上推出的，源自于现代起亚的 N3 平台，像什么 Santa Fe 呀、Carnival 啊等等这些目前家族当中比较能打的新世代产品，均源自于这个平台。起亚在2022款车型上推出了全新的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车型，配备 1.6 升4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一款 66.9千瓦的电机，做的是全并联混合系统。发动机部分呢，搭载的是6速自动变速箱，系统组合的最大马力为261匹，最大扭矩为258磅费，配了一块360伏、38安时、13.8千瓦时的混动动力电池。那按照 IRS 官方网站显示呢，购买2022款的插电式混动索兰托可退税6587块钱。官方宣布这车最大的纯电续航里程为32英里。那在外形尺寸上呢，插电式混动车型跟纯油的车型相比，在长、宽、轴距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高度上比油车呢矮了 2.6 寸。插混车型的最小离地间隙是 6.9 寸。悬架设计呢，前悬是麦弗逊结构，后悬是多连杆结构的设计，全系4驱，标配中央差速锁。整车整备质量为4502磅。插混式索兰托的油箱容积是 12.4 加仑。EPA 公布2022款插电式混动索兰托在综合工况下能耗表现为79 mpge， 油电混最大续航里程可达460英里。起亚为在美国销售的新车提供了5年或6万英里的整车质保，10年或10万英里的动力总成质保。2022款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呢，有2款基础配置。那今天咱们看这台是我近期在体验的一个高配车型，标配235/55/19的前后轮，电尾带后方侧向交通警告的盲区监测，第2排是2个单独的座椅。那高配比低配多了12个扬声器的 BOSE 音响，多了环影、皮革座椅、加热通风的前座椅、司机位记忆、第2排座椅加热的方向盘。这车呢，标配前后避让辅助、道路保持辅助、安全离车辅助，配有 LED 头灯、尾灯、日行灯等等配置哈。这车呢，整车下线于韩国工厂，不含运费的 MSRP， 起价为48090。那索兰托这个车型呢，在起亚的家族当中，历代都扮演着一个比较硬朗的形象哈，整个呢是一个比较硬派的风格的存在。那这一代索兰托呢，在全新面世不长时间就投产了这款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那从外形设计来讲，这台插电式混动版的索兰托呢，跟纯油的在外观上区别并不大哈，大致的轮廓都是相同的，仅在一些细小的设计上，外附件一些细小的设计上有一定的差别哈。那这台插电式混动索兰托呢，从前脸来看，依旧保持着那个硬派的范儿。上方呢，整个前脸有一个屋檐的设计，下面呢是不宽的灯组，里面呢是3组 LED 照明灯组，下面呢有个不规则的一条日行灯，旁边是示宽灯哈。那中间的中网呢，采用这种全亮黑色的设计哈，里面呢有各种小造型，并且把全新的起亚 logo 嵌在了中央。那就起亚全新这个标志呢，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比上一代设计的好哈。首先呢，它既符合了如今极简式的设计，同时呢，增强了品牌 logo 的辨识度哈。那保险杠以下的配色呢，是采用车身同色和黑色相间隔做出来的一个配色方案哈。这下面呢是个通风口，在下面呢也是通风口。这面呢实际上它做出来一个导风口的样式，但是在这个插电板上它并不通风哈。那它的雾灯呢很巧妙的结合在下方的空气进气格栅里面哈，采用了2颗的形式。
那从侧面造型来讲，这台插电式混动的侧面造型跟纯油版的侧面造型呢，区别也不大哈。用硬朗的线条在不是很复杂的造型上勾勒了一个动感的形象啊。整个车辆的配色呢，由车辆的本体，这台车是白色的嘛，它是由白色和这种亮黑色再加上电镀颜色组成的。那在轮拱上方和下面门子下沿使用了黑色塑料哈，用这个黑色塑料呢，比较粗犷的勾勒出来一个硬派的形象。这台车呢，用了4条19寸的轮胎哈，轮胎大小呢跟这车的尺寸显得还是比较协调的。而且这个轮毂呢，造型也比较复杂，是一个5辐式的比较复杂的一个轮毂造型。这车呢，门的下沿也把车体的下沿包上了，这样当你下车的时候呢，裤脚子不至于蹭上泥啊。另外，大家看这个后门的开启角度，虽然说没有到90度吧，但是也是足够大哈，方便你上下车。那作为一台插电式混动的油车哈，它把加油的口放在了左面，加电的口放在了右面哈。后尾巴的造型呢，跟纯油版的也差不太多哈，把高位制动灯呢放在了后尾翼的下沿，里面呢隐藏式的做了一个后窗的雨刷放在里面了哈。那在下面做出来一个小凸起，在凸起的截面上呢，嵌上了起亚的最新的 logo。单边后尾灯灯组呢分成2个部分哈，一部分呢在后翼子板上占用了一定后翼子板的空间，然后这个转向灯呢放在了中间的位置。索兰托的名字 logo 呢整体的排开放在了后尾门的下沿。这个车呢在保险杠的位置稍微有些突出哈，但突出的并不太多。那保险杠以下的位置呢是用黑色塑料和电镀装饰条共同组成的。把反光饰板呢放在了这个位置，反光饰板下面呢左右各有一个倒车灯哈。这车的排气管子呢做的是隐藏式的，并没有采用直出式的哈，把隐藏式的排气管子放在了右侧。这是这车的钥匙啊，整个也是起亚家族通用的钥匙件，钮呢在侧面。这台车呢也带远程启动。那这台车呢，得益于它外形比较方正的设计，它呢也容下了第3排座。第3排座打开之后呢，后备箱的行李空间不算太大哈。当然这个级别里呢，后备箱空间都没有太大的，这个呢就算还可以了哈。第3排座呢手动放倒，那放倒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即便第2排呢它有个非常大的空间，现在没有侵占任何第2排的空间。当第3排座放倒之后，后备箱空间非常哇塞啊！这个在同级别的后备箱空间里，当把第3排座放倒之后，应该来讲空间算可以的，算前排就座啊。左面是个低音炮哈，这上面呢是个12伏180瓦的充电器插口，这2个呢是第2排座放倒的按钮哈，只能放倒不能抬起来。我们看到呢，第3排座有水杯架，有个置物格，一边呢有个 USB 充电口哈。这车呢随车带了一个家用电源的充电器哈，这头是家用3相电源，这个直接插在车上。下面盖板打开之后呢，这面是启动电瓶，把启动电瓶放在后面了。这面是千斤顶和一些随车工具。这车的备胎呢在下面啊，从下面放备胎，这车是有备胎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本身当第3排座放倒之后啊，后备箱空间就已经非常好了。那当把第2排座椅同样放倒之后，第2排椅背和第3排椅背呢，相对可以形成一个较平的平面，这样家里买点什么大件啊，放就不成问题了，空间是非常 OK 的哈。那这个车的中控造型呢，也是极大程度的保留了油车上的中控造型哈。那本身这个索兰托的中控造型呢，出来的时间就没多长，而且呢，也是极大程度的继承了现如今起亚家族中控的设计风格哈。那作为起亚目前家族的特征呢，就是将液晶屏的仪表盘和中间这个屏立起来这个屏，用黑色的框呢，将2个屏连在一起，有一个一体式的效果。从左到右呢，左面的钮调节仪表盘灯光亮度的，上面车道保持辅助、电子稳定系统的关闭、后备箱的开关、油箱口及充电口的开关。它这个油箱口和充电口，如果你不按这个开关的话，你拿手是怼不开的。然后你一按这个开关呢，就相当于解锁了，这样你需要开哪边再去拿手按哈。这个车的仪表盘呢，中央仪表盘用的是一块12.3寸的液晶屏。这也是起亚呢首次在 SUV 上使用这么大块的液晶屏作为仪表盘哈。
仪表盘呢，它也是模拟了左右各一块大表，中间是行车电脑的形式。在你默认的状况下，左面是时速表，右面是发动机的转速表哈。在混动车型上提供发动机转速表的现在不多了哈，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可以更加细致的、更加仔细的观察发动机的工况。那你也可以到中间大屏里去调节，把右面这个发动机转速表换成动力输出表哈。同时这个车呢，它也带左右盲区显示哈，打左面方向的时候可以看到左侧盲区，就时速表呢就变成了左侧盲区的图像。那打右转向呢，右面那个转速表就可以换成右侧盲区的实时图像哈。中间那个行车电脑呢，是靠方向盘右侧的按钮去控制的，上面是菜单项，在大菜单里进行切换，下面呢上下波轮，往下按呢是确认键，显示的信息呢还算比较丰富。这个呢是能量流向图，能够让你很好的观察到发动机、电机、电池、驱动轮之间的能量转换关系，也有4个轮的动力分布图。那在左侧大表的下面呢是油量，在右面大表的下面呢是剩余电量，油量综合电量显示在左下角的是这车剩余的续航里程，正下方是瞬时能耗。这车的方向盘呢是一个3辐式的设计，也是起亚家族在大车上的一个通用方向盘了。方向盘的感觉非常舒服啊，皮质非常细腻，手感也非常好。方向盘呢也比较粗，它是采用皮质拼接的形式组成的哈，里面的小缝线呢也比较精致。中间有比较简约的起亚全新 logo， 快捷键呢也是起亚现代家族统一的家族设计方式。左面呢集成了多媒体语音电话功能，右面呢主要是行车电脑、巡航以及辅助驾驶。这台车后面呢也有2个拨片，但它这个2个拨片着实是换挡拨片哈。这块屏呢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在我之前的起亚家族新时代的产品上使用的都是相同的软件和硬件。包括之前跟大家录的 Carnival 啊，起亚的 EV6 啊，这套系统呢，整个显示的非常清晰，反应呢也还算快，色彩搭配看着也很舒服，不是那种很俗气的设计。整个屏呢，既是一块触摸屏，你可以直接拿手上去触哈。当然，它也给你留出了一些快捷按键，包括左面的这一排和右面的一排啊。里面可交互的项目、可显示的项目还是比较多的。这台车呢，它的 iPhone 的 CarPlay 是有线连接，必须插线哈。这是关于充电电机方面的一些信息。这个图呢是一个示意图，这是发动机、电机、电池、驱动轮它们之间的能量转换的示意图。这个图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这台车的工况。可调的项目非常细，可调节的项目也非常多。驾驶辅助、驾驶模式、经济模式、仪表盘显示、空调、座椅、灯光、门、全景影像、后方俯瞰加全景影像、后方广角加全景影像、后方2侧盲区加全景影像、前方影像加全景影像。包括这个车呢，一倒车大家听也有那种滴滴的声音哈，要不这种电车起步太安静了哈。这车全车有8个 USB 充电口哈。空调面板呢也比较直观哈，只有这个4个按键加上这2个波轮是实体按键，其他呢都是触摸式按键哈。整个背景色以及中间这个小屏幕的背景色都是黑色的，看着一体性还是比较强的哈。这车空调的冷风相当可以了，在这里一定要给个赞，冷风效果非常好。那索兰托呢，它前面中控台上一共有4组出风口，每组出风口呢就是上面有一个，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哈。只是这个左边呢，在长途驾驶的时候，有时候我把腿靠在这个中控台上，这个有点催腿哈。盖板一摁就开，里面呢有3个 USB 插口，其中一个呢是数据交互口，2个是充电口，下面是一个无线充电板。这个车呢，前排座椅带通风加热功能，也是按照现在起亚家族的传统，把座椅的通风加热键放在了凸起的截面上哈。再往下是个圆形的换挡机构，这个呢现在已经在现代起亚家族从低到高全系列通用了哈。旋钮式换挡机构，驾驶模式的选择有智能模式、经济模式、运动模式和雪地模式。往下一摁呢，就是中央差速锁、方向盘加热、Auto Hold、陡坡缓降、纯电和混动模式的切换、影像按钮、驻车雷达的开关、电子手刹。那作为这台索兰托呢，它在同尺寸、同级别的车里，内部空间表现算是它的一大卖点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这个 A 柱设计的是比较立的，这样前面中控台呢并不是很长，这样给第一排乘客留下了很好的纵向空间啊。纵向空间很棒的。那当你把座椅调到最低以后呢，也可以看到头部空间也是非常好的，同时腿部空间、横向空间都完全没有问题哈。
这台车的座椅感觉呢，也是典型的目前新世代起亚家族产品座椅的感觉哈。由于这台车配置比较高呢，它这个主驾驶调节也是比较多的，有14项调节，副驾驶呢也有10项调节哈。它的主驾驶包括椅面的延展、腰靠的4项调节都有的哈，基本可以把你身体支撑得很好。那它这个座椅呢，软硬适中，稍微偏硬点的材质，再加上可调性比较强，给你身体各个部位呢，基本都可以支撑到位哈。欧系的味道是很重的。这车的第二排呢，采用2个单独座椅的形式。2个座椅呢，两边都有扶手哈，这边把手呢就扶在门上，这边有一个可调节高度的扶手。第二排呢有一个抬高的感觉，有个剧院式的效果哈，视线呢比第一排要高一些，这样能够给第二排一个良好的视线。座椅的软硬程度呢跟前排差不太多哈，就属于那种支撑比较好的人体工程学座椅的感觉。靠背仰角是可调的，座椅前后可调。空调出风口呢放在了中央扶手箱的后面，下面呢有个12伏180瓦的点烟器插口，这边是个 USB 插口，还有2个 USB 插口作为起亚的传统，分别放在了前排座椅的后背的两侧哈。置物方面呢，前面有个兜子，外面还有个网兜，在这个座椅旁边呢还有个网兜哈。水杯架呢放在了门板上，座椅加热呢也放在了门板上哈。这小造型做的还是挺考究的。那这车的第二排呢，既可以把椅背放平，这样呢就可以跟后备箱形成一个比较平的平台了。同样呢，为了方便第3排乘客的进入，它的肩膀上有个钮，一摁这个钮，整个座椅自动向前，就方便第3排上人了哈。那坐进来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腿部空间没有问题啊。这个座椅呢是在一个适中的位置，前排是可以坐的，我是可以坐的哈。这样呢腿是能够进来的，腿的空间呢前面还有很多哈。这就看出来这台索兰托在纵向空间上的优势了。横向空间也没有问题，坐2个成年人呢是能坐下的。但是这个头部空间呢是不行的。头部空间呢我是顶到棚了哈。座椅呢椅面也不够高不够长，不能给腿支撑好，就像坐了一个板凳似的。小孩呢坐下小孩是没问题的哈。那由于总体尺寸呢，这车并不算太大，前面这个发动机舱呢，严格来讲并不算太大哈，但里面呢非常整齐的规划下了一台发动机和一个电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台韩国生产的插电式混动的索兰托里面不论是布局还是走线，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水平。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代起亚在这个发动机舱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很浓郁的德系范儿哈。包括塑料覆盖件的使用，包括发动机上这些塑料件的使用，感觉德系的味道都是比较浓的，而且没有那种很廉价的塑料的感觉。翼子板内侧呢也都给包上了，该让你看的、该经常维护的地方也都露在外面了。这车的动力系统呢，它把小排量涡轮增压和插电式混动结合到了一起啊。那在这几天的体验当中呢，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那像咱们知道啊，像这种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大车之后，最难受的时候就是在它的涡轮还没有介入之前。那在这台车上，它的这个动力输出的弱势可以用电机的优势得到补偿，这样就把它这个小排量增压最难受的那一段给度过了哈。那在绝大多数你看到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它就已经到了2000转了，这样就能把小排量增压最难受的那个点用电机的优势给盖住。那这车总体的驾驶工况呢，大概可以分成2个阶段来唠。一个阶段呢，就是当电池的电量比较充足的时候，电池的电量呢，它一共分为4个格哈。那在前3个格的电量的时候，它的表现基本是一致的。这个时候呢，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电机属于重度参与哈，丝毫不知疲倦，兢兢业业是任劳任怨呐，什么脏活、累活、苦活，毫无怨言。游击这时候呢，就像是幕后大哥一样，轻易不工作，轻易不出手，只有在急加速的时候出来帮忙电机一把哈，或者是在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它会保持在1000多转左右。这个时候它是为电池在充电哈。那这个时候呢，感觉这个车辆更像是一台增程式的电车。车辆从低速起步到高速巡航都是由电机来驱动的。那我个人实测，这车呢每次充完电充满电，它显示的电池最大续航里程纯电是31英里啊。当然室内代步呢还好，
31英里的续航呢，也是可以比较充裕的被使用啊。但如果你要高速跑长途，31英里的续航呢，确实就有点微不足道了。那第二种情况呢，当电池的电量只剩1格的时候，电机呢会顿时的减少工作时间，驾驶模式这时候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会自动的切换到经济模式。当然，切换到经济模式呢，你还可以手动切换到别的模式哈。这时候呢，车辆就好像是一台正常的不插电的混动车型一样，电机会适度的参与驾驶工况。起步初段呢是电机驱动的，然后继续加速呢就会是发动机和电机共同驱动车辆来加速。那如果到了高速之后，你还继续加速，这时候发动机的负担呢就比较大了。急加速的时候呢，电机肯定就撤退了哈，那就看着发动机独自在风中凌乱。而到了高速匀速行驶的时候呢，如果电池电量充足的话，它呢还是由电机来维持车辆的行驶。那如果电池电量不足，这时候发动机就会启动，一边呢维持车辆的运转，维持车辆的匀速行驶，一方面还要给电池充电啊。那同时，当你每次抬起油门滑行，以及当你踩刹车踏板的时候，动力都会反向的回收，为电池充电。简单来讲，只要你这车一直在行驶，电池始终不会亏电，就相当于一台不插电的混动车在使用是一样的哈。但有一点例外，就是当你长时间怠速停车，你比如在我拍摄的过程当中，车辆始终处于怠速停车打着火的状态哈。它在静止的过程当中呢，电机、发动机反复交替，维持车辆用电器的运行，没有办法非常及时有效的为电池充电。那在长时间的怠速之后，你再上车，电池基本就属于亏电的状态了啊。电池的电量显示都红了，这时候呢，你马上要开车行驶的话，电机基本就很少介入工作了，车辆完全是凭借着这台 1.6T 的发动机来驱动。那也仅只有这个时候，小排量增压发动机的先天劣势就体现出来了。你像什么反应迟滞啊，涡轮未介入之前的动力不足啊，你这时候呢，如果再快速的想把车开到个大坡上，就显得挺难受了。但是呢，开不了多一会儿，电池呢又会自动充电到1格的电量啊。在这个时候呢，那台混动不插电的混动车就又回来了。那你像这个6档变速箱的顿挫感呢，还有小排量增压的迟滞和顿挫感呢，你只要在电池电量不变红、电池不亏电的状态下，你都很难察觉到哈。都会被电机瞬间输出较大的动力给掩盖掉。那只是像我这样长时间把这车怠速啊，在生活中这种机会并不太多，并不多见啊。应该讲，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个车还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这车悬架的设定调教，感觉到德系范儿非常浓郁哈。过个起伏平顺的路面呢，车身忽悠的很谨慎，收放幅度并不大，车身会相对的较快恢复平静啊。那当车轮呢压到路面上的接缝啊，路面凸起的交通标志的时候，传到车内的震动会相对比较直接哈，它会略加修饰的就把震动传进来，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同时呢，当车辆高速转弯的时候，相对于这个尺寸的 SUV 来讲，它的侧倾控制还算可以哈。方向盘的转向力度呢也挺棒的，低速是比较轻的，女士也不会有压力，高速是比较稳的。刹车力道也挺足，这次呢是空车，是2排座满载加行李，我都试了，高速低速刹车都是比较有信心的。噪音控制这块，在高速行驶纯电驱动的时候啊，风噪声是主要的噪声来源，胎噪声呢也可以听到一些。发动机的工况声音只有在急加速，你看着发动机转速表过了3000转啊、4000转的时候，你才能听到，才能感受到它的歇斯底里，它的嘶吼。其他的时候，发动机还是挺安静的。那在满电的情况下，只要是发动机开始发力，你能发现的时候，基本就已经在2000转了。那在电池电量充足的时候，电机到涡轮介入这个过渡还是比较理想的啊，没有刻意的体现和彰显，一切都比较平顺。这车的主动巡航和道路保持功能啊，也算是比较好的水平吧。当你巡航行驶的时候，它不会强行的把车辆卡在2条线中心线的位置行驶啊，你往里往外靠点，它也不会抢你方向。那由于达拉斯路况的原因呢，画线有的地方画的不是很清楚啊，那经常性的呢，这个车无法识别两边的线啊。当然这也不怪人家车，当然我还是觉得它这个版本啊，照比我之前试那个 EV6 上，它那个系统还是有些差异的。整体巡航和道路保持的感觉，我觉得是不如那台 EV6 的。它这个速度调整呢，稍显突兀哈。而且我发现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并道的时候，明明是目标道路前方并没有车，它骑在线上的时候
会突然的自动减速哈，每次呢我自己都得补一脚油哈，才能快速的把车并到目标车道。它这个逻辑我不知道是基于哪种情境设定的啊。那这台车呢，在动态上总体来讲，如果大家一听说跟电有关系，就说这车多暴躁，它肯定也谈不上，它就是一台中规中矩的中型 SUV 的感觉。再将小排量增压、插电式混动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之后，各个机械部件扬长避短，动力上总体来讲还是令人满意的，比较好开，比较容易上手。综上呢，就是这台2022款的插电式混动索兰托的视频。总体上来讲，这台车的外观内饰和油车版本的索兰托呢，保留了同样的设计。外观内饰设计呢是比较硬朗的，内部空间是它的一个极大的卖点哈。第一排的空间、第二排的空间，以及当第三排座放倒之后的后备箱空间，在这个尺寸的 SUV 里表现相对优异。那在动力上呢，这个车的卖点十足哈。你像小排量增压呀、插电式混动啊，可谓现在是流行啥这车都上了啥，在行驶的经济性上有一定的优势。它呢自带一根充电线，一般到家了呢我就把电插上，想出门呢我就把电拔了。再加上这车内外包括它的设计和调教都比较德系化哈。那这样一台插电式混动的3排座 SUV 有没有打动大家呢？欢迎大家评论区里留言讨论。以上视频谢谢大家。